我只是想感谢伊隆和他的团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留下，几乎所有人都会留下。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1年或2年后，你们将会看到成果，这数千亿美元将会不断累积，继续增加，看看最终的数字会是多少，这会很有趣。再次感谢伊隆提供了非常棒的服务，无人能及，他不得不经历各种批评和攻击，这令人遗憾，因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好消息是，全国90%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我给了他一件小小的特别礼物，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我只会送给非常特别的人。我送过一些人，但它只属于非常特别的人。我想我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国家赠予伊隆的礼物。谢谢，保重，谢谢。我能感受到这份爱，能有这份好运，真是太棒了。是的，非常好的运气。那我说几句吧。这个的政府效率部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作为特殊政府雇员的时间必然会结束，这是一个现实的事情。我相信是134天，几天后就结束了。所以你知道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政府效率部团队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强大，政府效率部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它可以说是一种修行，就像一种生活方式，它正在渗透到整个政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1万亿美元的节省，以及减少1万亿美元的浪费和欺诈。政府效率部团队到目前为止的计算，在2025年至2026年财年的差额方面超过1600亿美元，而且还在攀升。我们预计这个数字很快可能会超过2000亿美元。所以，我认为政府效率部团队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会继续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我会继续来这里成为总统的朋友和顾问。我期待着回到这个令人惊叹的房间。顺便说一句，这里是不是很棒？看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我的意思是太棒了。我觉得椭圆形办公室的风格，总统是如何彻底重新装修了椭圆形办公室，太漂亮了。我喜欢天花板上的金色。谢谢你的美言。是啊，那个东西在那儿很久了，以前是石膏做的，没人真正注意到它，他们不知道上面有鹰，我们把它凸显出来，它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地标，一个很棒的地标。但是24K 金，大家都喜欢它，现在他们进来的时候都能看到，所以这样很好。多亏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终于有了它应有的气派。我期待继续成为总统的朋友和顾问。继续支持政府效率部团队，我们正在不懈地努力减少数万亿美元的浪费和欺诈行为，这将使美国纳税人受益。就这样。总统先生，谢谢你，谢谢你，伊隆，干得漂亮，谢谢彼得。感谢川普总统。总统先生提到，您在政府效率部任职期间不得不应对各种明枪案件。在座的一些媒体人就是攻击我的人。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指责你模糊了界限。等等，《纽约时报》逮着那个因为通俄门假新闻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同一家媒体吗？是同一家机构吗？我觉得是的。我得查一下。我觉得是。我认为法官刚刚判决《纽约时报》在通俄门骗局中撒谎败诉，他们可能要归还普利策奖。我们跳过《纽约时报》。好的，那么川普总统，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川普总统。川普总统之前在这里工作过的拜登的助手们正在与国会的共和党人进行商谈，准备去作证，说明他们为了可能掩盖拜登总统的衰退，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您认为吉尔拜登是否也应该来作证，说明他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我不喜欢这个想法，因为他是一位正在经历很多问题的男人的妻子，所有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我想在辩论中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那是最大的信号。
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这个国家在2020年的选举中存在很多舞弊行为，正如你们所知，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人们明白这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当你进一步了解，当你看到自动笔时，我认为自动笔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之一，因为有人在操作它，或者是一些人在操作。因为我了解乔拜登并不赞成开放边境，让21万人从监狱、精神病院和黑帮成员进入这个国家，他根本不赞成那样做。那么是谁签署了这些命令、公告以及各种文件，让我们的国家倒退如此之多，对我们的国家如此糟糕呢？如果用自动签名笔会怎么操作？比如我们现在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如果有一群不怀好意的职员为你工作，他们想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进一项法案或行政命令，他们会如何操作？这很难，因为我第二天会看你们的报纸或媒体报道，然后我会说，我没有批准这个，我就会去查。他们不可能瞒我太久，因为我会说，我没签过这个，到底是谁签的？自动签名笔，在我看来是用来签署给人们的回信的，因为我们每周会收到，他们说有2万封信。当有人花时间写信给你时，你总想回信表示感谢。自动签名笔是用来做这个的。自动签名笔不是用来签署重大声明、减税政策或边境事务的。任何与边境有关的事情都非常重要。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执政期间，我肯定能发现，因为第二天或更早，我就会看到一些我一无所知的事情，然后问到底是谁签的。所以我几乎从不使用自动签名笔。事实上，昨天我签了大约81份声明，我想应该由我们亲笔签署的声明。我认为当你写信给外国政要、总统或总理时，你应该亲笔签名，而不是用自动签名笔。据我所知，他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用自动签名笔签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你不是总统，无论谁操作自动签名笔。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是谁，而且实际上不止一个人，但这根本不是总统该做的。我几乎不用它。总统先生，关于中国，你会恢复对中国的关税吗？你说他们违反了和美国的协议。他们确实违反了我们达成协议的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读了那份声明的全文，我对他们很客气，我帮助了他们，因为他们因为大量业务的停止而陷入困境。但我肯定我会和习主席谈谈，希望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是的，那是对协议的违反。好的，请说。总统先生，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以色列已经同意，但哈马斯仍在考虑的最新停火协议的进展？关于加沙，他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会在今天或明天告知你们相关情况。我们有机会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也有机会与伊朗达成协议。他们不想被炸毁，他们宁愿达成协议。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实现。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而不必让炸弹在中东各地落下，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他们安全，希望他们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国家，让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就这么简单。而且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了。总统先生，你刚才说你期待成为总统的朋友和顾问，那么您是否希望继续以非正式的方式为总统和政府效率部提供建议，还是会完全将重心转移到您的公司上？我希望能够继续提供建议，只要总统需要。我希望如此。是的，我希望能继续作为朋友和顾问。当然，如果总统需要我做什么，我随时为总统效劳。马斯克先生，关于司法部，您说政府效率部承诺要削减1万亿美元的开支。我们确实希望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实现1万亿美元的目标。你在职期间，你觉得削减开支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是内阁还是国会，还是其他因素？你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主要就是大量辛苦的工作，真的不是针对某个人或国会，而是要审核数百万个项目，然后确定是否每一项都有意义。显然，在削减开支的时候，那些收到钱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合理的收到这笔钱，他们都会抱怨。
而且你不会听到有人承认他们不正当的收了钱，你绝对不会。他们总是会说他们是为了重要的事业而合理的收了这笔钱，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这就是一项大量的工作，审核联邦政府的巨额开支，然后不断提问，这笔钱是用来做什么的？你确定它真的被好好利用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人为它辩护，所以对于很多开支，实际上根本没有人为它辩护。然后我们必须走完整个流程，停止这项开支，因为通常根本没有人为它辩护，甚至没人知道这笔钱为什么要花出去。这真的很荒谬。我的意思是，我们发现有几百万个软件许可，但是根本没有人使用，一个都没有。的确如此，你们的表情很疑惑，好像在说，如果真的有几百万个软件许可，肯定会有人用吧？没有，然后我们就必须走完流程，然后说，好吧，既然没人用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终止这个软件许可协议。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这种情况。马斯克先生，您觉得哪个更容易？是殖民火星还是提高政府效率？这很难说，但我认为殖民火星实现生命的多维行星化更难，正如我所说，对于我们的司法部，我们的确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实现超过1万亿美元的节省。我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做到，但如果说到，我认为政府效率部的期限是明年年中。总统可能会选择延长，假设到明年年中，在总统和国会的支持下，我们能实现1万亿美元的节省吗？我认为可以，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是否相信国会计划？请讲。谢谢总统先生。您本周早些时候提到，政府效率部成了替罪羊。正如总统先生所说，您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才完成这个过程，对您来说，这一切值得吗？您会做出什么改变？好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任何地方有任何削减，大家都会认为是政府效率部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成了政府效率部的恶魔。这些就是说，任何地方有任何削减，都会归咎于政府效率部。你知道，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在乔治城法学院读书，她认为政府效率部削减了参议院的实习项目。就是参议院的法律实习项目，但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如果那些项目被削减了，那跟我们无关，这只是个例子。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件事变得有点荒谬，就是任何事情、任何地方的削减，不知怎么的都成了政府效率部的问题。包括一些毫无道理的事情，我们也认为毫无道理。所以政府里发生很多事情，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平庸之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漠不关心。正如伟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当用别人的钱花在你不喜欢的人身上时，钱花得最糟糕。联邦支出就是这样，而且你甚至不能真正责怪个人。因为政府的运作方式就是尽量减少投诉，所以当你在政府部门试图阻止这笔钱被花掉时，通常会有人抱怨，然后他们的经理会说不值得惹麻烦，还是付了吧。这种情况一再发生。这值得吗？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它在未来会产生好的影响。谢谢你，川普总统。本周有一段在飞机上的视频显示，法国第一夫人打了她的丈夫马克龙总统。你有什么给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婚姻建议吗？一定要把门关好。我和他聊过了，他很好，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好，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没事就是有点激动。你觉得民主党这个计划怎么样？他们为了避免再次在每个摇摆州被击败，计划花费$2000万来研究如何与美国男性沟通。你知道，他们花了28亿，我们花了15亿，我们花的少得多，大概是他们的一半。结果他们还欠2800万，他们不得不，他们花了28亿，很多了。
但最后却拿不出2800万。现在他们想花，我看到了，他们想花钱去学怎么说话，那是假的，你不想弄虚作假。你不应该雇顾问来说美国需要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应该是顾问来主导，而不是他们。但我看到了，他们想在每个州都花很多钱。我们赢下了所有7个摇摆州，7个全赢了，我们赢得远不止这些，我们赢得了普选，我们赢得了所有。他们想花钱来找出他们哪里做错了，我是说，我可以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我可以告诉他们每一个项目。当他们说男人参加女子运动时，我会说这不会赢；当他们说人人都要变性时，我觉得这不会赢；当他们说开放边境，让全世界的罪犯涌入我们的国家时，我觉得这不会赢。我是说，我免费告诉他们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改变。我经常看到他们，我看到我在国会认识的人，民主党人，他们试图为我刚才说的一些事情辩解，你没法辩解。我总是听到他们说这些是80比20的问题，我说不是80比20，是97比3，可能达到99比1，不是80比20。他们希望是80比20，如果他们继续胡说八道，他们就是在浪费钱。这有点像是第6页会问的问题，但早在你主持学徒的时候，你曾在2012年提到吹牛老爹是你的好朋友，他后来发现自己惹上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法律麻烦。是这样，你会考虑赦免他吗？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彼得，你非要问。不过我知道大家都在想这件事，我知道他们在想。我觉得有些人差点就要问出口。首先，我会关注事态发展，虽然我没有密切关注，但这件事的报道铺天盖地，我没见过他，好几年没和他说话。他过去很喜欢我，但我想，自从我从政后，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我是从报道上看到的，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过，但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不太友好的言论，你知道吗？不一样。当你从政并做正确的事情时，你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可以做其他事情，我相信他会喜欢我，其他人也会喜欢我，但这对我们的国家没有好。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发展得很好，所以我不能干。这不是一场人气竞赛，我不知道，我肯定会调查清楚情况。如果我认为有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无论他们喜欢我与否，都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不一样的。总统先生，关于这个美丽大法案，您是否希望参议院在法案中加入对您关税政策的支持，还是应该单独提出一项法案？我在关税问题上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能够解除那个荒谬的关税暂缓令，因为它会剥夺总统的权利，会剥夺所有建国先父赋予的权利，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变得很脆弱，有很多国家对我们使用关税，而且实际上用得很恶毒。如果我们没有权利对他们使用关税，而且是立即使用，而不是回到国会，试图让数百人就某件事达成一致，那样的话，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也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权利来反击他们的力量，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国家了。我们必须迅速行动，正如他们所说，我们必须快速而灵活。昨天关税暂缓令被解除，我认为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希望现在我们能上法庭赢得那场战斗，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权利去做他们正在对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好的，伊隆马斯克曾经被这个国家的左派人士所崇拜，之后加入了您的政府，现在他被保守派认为是英雄。您认为这个人以及他在美国的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被政治化？这和您有关吗？他的一生都很了不起。我是说，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看到那个火箭被引导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以前从未见过，我以为是太空电影，我以为是电影。你看他在通讯方面所做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很多不同的，甚至地下隧道不必经过所有的地下过程，他有一家公司是做这个的，他有很多不同的公司，星链就是一个例子，他拯救了很多生命，可能在北卡罗来纳州拯救了数百人的生命。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但我给你打过电话，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需要星链，我不知道星链到底是什么，我说那是什么，谁拥有它，
他们说：“你认识伊隆·马斯克吗？”我说：“是的，我碰巧认识这位先生。”那是在他进入政府部门之前，他们说我们真的很需要他，因为北卡罗来纳州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孤岛，当时人们没有任何通讯，无法获得任何东西，他们快要死了。我打电话给伊隆，因为星链太翘销了，很难得到，但他运了很多过去。他们告诉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星链拯救了很多生命。所以你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他做了同样的事情，你知道，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说话，但他碰巧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热爱这个国家。关于这项重大的法案，您本周表示对众议院通过的内容有些不满，您希望看到参议院做出哪些修改？您还表示对这项法案有些不满，您会建议总统推动参议员们在他们的版本中做出哪些改变？我先说，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法案，它削减了你们的赤字，大幅削减。当然，有些地方我希望可以再多削减一点。我希望看到更大规模的减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我希望看到它降到一个更低的数字。我原本的目标是略低的数字，我本希望可以做到。但总而言之，当你看到减税以及最初的减税政策让我们如此成功，我们国家经济取得了历史上最成功的4年，而这次会更好。你们可以从昨天或今晚发布的数据报告中看到这一点。我想这些报告是今天早上8点发布的，你们可以看到那些专业人士说：“哇，我从业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数字。”这些都是专业人士对从未见过的数字所表达的真实情感，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这项法案是一项伟大的法案，它会稍作调整，将与参议院、众议院进行协商，但最终的结果是，它延长了我的减税政策。如果不批准，你们的税率将增加68%，你们的税将增加68%，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数字。你们将面临大规模的增税，如果获得批准，你们将获得大幅减税，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如果加上我们过去为你们争取到的减税政策，也就是川普减税政策，人们称之为川普减税政策，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法案，他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总而言之，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会稍作调整。我认为他会获得通过。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他，考虑到他所做的所有伟大的事情，包括延长债务，这是延期，我们必须延长债务。如果我们不延长债务，我们就会违约。现在，民主党人可能希望我们的国家违约，但在250年里，我们从未违约。那是出于一位好意的人之手，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这件事本可能在选举前就成为他们的问题，但这个人认为这是对的，而且他是好意。我对此并不怪他，但这件事本该是民主党的问题，却被摆在了我们面前。9月28日，一个著名的日子，这件事本应由民主党人解决，但这个人，一位有权势的人，把它交给了我们。所以，在6月份到期了，我们必须处理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的国家就会债务违约。我们绝不希望国家债务违约，你知道。一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他说他绝不允许我们的债务违约，他绝不会让它发生。他希望取消债务上限，也就是所谓的债务上限，我称之为债务延期，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延期。他希望看到它被废除，很多人都同意这一点，很多民主党人都同意，但我们通过了。你知道，我不想说，是，他做的是好意，他们把它给了我们。这本是选举前民主党的问题，会对选举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我们有利，我们还是赢了。这对我们有利，但他觉得为了国家好，我们应该延长它。但是，伊丽莎白·沃伦和其他一些人希望看到它被取消。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都希望看到它被终止、被取消。不再每5年或10年投票一次，原因是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
太具灾难性。我一直同意他的观点，这是我同意他的一个观点。现在我没有和他谈过，但我想说，如果你现在问他这个问题，他会说不，那是他们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状况，而他碰巧在这件事上是对的，他应该被废除，或者应该直接被延长。但这是这个法案中需要解决的事情之一，它应该会自动延长4年。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伊丽莎白·沃伦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废除它，它太具灾难性了。好的，请继续。你想向国际学生传递什么信息？他们还被欢迎来美国留学吗？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马斯克先生。学生吗？我们当然希望有优秀的学生，只是不希望学生惹麻烦。我们希望有学生，我希望有外国学生。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比例接近31%，这个比例太高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国家给了哈佛50多亿美元。没人知道这件事，是我们查出来的。我不会说是政府效率部的事情，但这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查出来的。这算是川普时期的事情，因为他们非常反犹，所以我们因为其他原因和他们诉讼。在调查和查阅账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家给了他们50多亿美元，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我们正在和他们交涉，看看会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很有优势，虽然这个案子很可悲，但我们肯定会赢，因为我们有权决定拨款，我们不会再这样拨款了。我认为哈佛大学做得不太好，我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想要彻底解决问题，他们做得很好，其他机构也在采取行动，但哈佛大学想当老大，结果就是每隔3天我们就会发现又给了他们1亿美元。前2天我们又发现了2亿美元，给他们的钱就像白给的一样。我希望这些钱能流向职业学校，让人们学习如何修理马达和引擎，学习如何建造火箭，因为总得有人来建造这些火箭。我希望建立职业学校，因为你可以拿出50多亿美元，甚至数千亿美元，而这些钱都被浪费了。而且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技工学校体系，我们需要用它来制造它的火箭机器人和它正在做的其他东西，以及制造许多其他的东西。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有些人学习不好，但他们修理汽车引擎的水平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他们可以蒙着眼睛拆卸引擎，他们在这方面有天赋，而且他们做得很好，赚了很多钱。你知道，这是一项非常需要技能的工作，这很棒。但我希望看到更多的钱投入到技工学校，我一直这么认为，而且我们可能得到很好的回报，但这些钱却在哈佛这样的地方被浪费掉了。是的，请讲。好的，我想赶紧问一下马斯克先生，您的眼睛没事吧？我注意到有淤伤。我不在法国附近，所以没事儿。啥意思？开玩笑。我没注意啊。是说法国第一夫人是被打了一拳，我当时只是和小 X 闹着玩，我说来朝我脸上打一拳，然后他就打了，结果发现即使是5岁小孩朝你脸上打一拳，也真的会。是 X 打的吗？ X 能做到，如果你了解他的话。我刚才看到他妈妈了，当时我其实没怎么觉得疼，后来就肿起来了，我基本上就是在和小孩子们闹着玩。我都没注意到。总统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您尽量保持中立，因为这不是您的战争，但是这不是我的战争，我只是想帮人们解决问题。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对，所以虽然这不是你的战争，但当你试图解决问题，当你审视乌克兰前线这片地狱般的景象时，很可怕。你们要面对非常顽固的普京和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很顽固。现在你看待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普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非常了解他，而且我跟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因为通俄门事件，结果完全是一场骗局。纽约时报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他们应该归还普利策奖，那是我提起的诉讼。而他们在那场诉讼中表现很差，但你知道他们写的故事，一会儿说这是真的，一会儿说是假。
还有《华盛顿邮报》，我亲眼目睹了一些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在我觉得可能快要结束的谈判期间，火箭弹射向了基辅这样的城市，我们本可以解决问题，但突然间火箭弹射向了几个城市，人们丧生了。我看到了一些让我惊讶的事情，我不喜欢感到惊讶，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每周有5000人。我认为实际数字甚至更多，每周有50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士兵，但也有居住在乌克兰各地小城镇的居民。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停止。昨天我问了卡罗琳这个问题，但我想直接问你，你现在想做的很多事情都被法院搁置了。如果法院要对美国的政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你是否希望当初直接当法官？谢谢你看，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看看国父们的设计，总统应该拥有某些权利，政府有3个部门，他们应该拥有大致相等的权利。但是你不能让波士顿的一位法官来左右全国各地的外交政策，因为他有自由主义倾向，或者他是一个激进的左派人士，那是行政部门的职责。你们有制衡机制，但是我们有数百万人民涌入我们的国家，许多罪犯涌入我们的国家，杀人犯、精神病院的人从世界各地被清空到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弄出去，迅速把他们弄出去，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你知道，我们接手了通货膨胀，我们接手了一些战争，我们接手了很多我当总统时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当时一个都没有。我们消灭了伊斯兰国，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战争。普京本来永远不会袭击乌克兰，以色列本来永远不会受到攻击。正如你们所知，伊朗没有钱，他们没有钱给哈马斯，他们没有钱给真主党，他们根本没有钱，这些都不会发生。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你们不会有通货膨胀。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这非常令人难过。但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允许100万人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冷酷的罪犯，他们把他们的犯罪人口转移到了美国。你知道，在所有糟糕的事情中，我相信我已经解决了通货膨胀，我降低了燃料价格，燃料价格下降了，这就是他们搞砸能源的原因之一。他们搞砸了汽油、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你们经历了拜登领导下我们国家历史上可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当人们说，哦，但经济没问题，不易对人民来说，经济非常糟糕，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能源，而能源又带动了其他一切上涨。能源是个大问题，但关于能源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4个月内就解决了。汽油价格降到1.99美元，1.98美元。这是人们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低的油价。自从我当总统以来，但最难解决的是数百万人涌入我们的国家，其中许多是罪犯。因为记住，这些国家很聪明，他们的领导人非常精明，他们把他们不想要的人送走，他们不想要那些守法有生产力努力工作的人出国，他们想要送走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我们这里就有。他们允许这些人进来，我总是从对方的角度思考，比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在商业上我总是试图研究他们为什么要卖掉它，他们为什么要买它。我唯一想不通的是，一个政府他们是怎么想的，竟然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监狱的数百万人进入美国，不仅仅是来自南美洲委内瑞拉，而是来自世界各地，来自非洲的刚果，成百上千的刚果人都是粗暴的囚犯，来自亚洲，来自欧洲的混乱地区。他们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人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唯一想不通的事情。而且我不相信这是拜登做的，我真的不相信。我的意思是，你看，他一生中一直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不是个聪明人，但他是一个有点恶毒的人。我得说，如果你同情他，不用太同情，
因为他对他的政治对手以及所有被他伤害的人都非常恶毒。拜登伤害了很多人，所以我真的不同情他。但他不是一个会允许杀人犯进入我们国家的人，他也不赞成任何人想要变性，把孩子们从家庭中带走等等。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可悲，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可悲。天哪！我认为左派一个根本的道德缺陷在于他们对罪犯抱有同情，却对受害者没有同情。这种情况已经太多了，必须停止。正如总统所说，司法越权现象非常严重，这违宪也不是国父们的初衷，而且这正在削弱民众对法律体系的信任。必须停止，太过分了。就在今天，几个小时前，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谢天谢地，非常重要。昨天我们对关税问题做了2个重要的决定，因为我们必须能够与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的斗争。霍华德，你怎么看？我们必须能够用关税来对抗那些对我们使用关税的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关税的权利，我们的国家就会在经济上被摧毁，因为他们会摧毁我们。其他国家会用不受控制的关税摧毁我们。当我们拥有美国的力量时，我们可以控制他们。他们试图夺走我们的权利。如果他们夺走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会再有一个国家，我们将不会有一个在经济上可行的国家。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在移民问题上，我们必须能够将人们驱逐出去，而不必经过漫长的法庭诉讼。我的意思是，这取决于一些法官。我们需要驱逐数百万这样的人，那些国外的罪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因为那些国家为了省钱，他们把他们带到了美国。你知道他们省了多少钱吗？但有些人是杀人犯，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迅速地把这些人弄出去，把他们带回他们所属的国家。这些国家会接纳他们，因为如果他们不接纳他们，他们将不得不承受美国的愤怒，所以他们会接纳他们。但是我们的法官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整个情况正在通过法院系统进行，但是当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一起，他们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当他们做了这项了不起的工作，他们抓住了100名杀人犯和毒贩。我们不能把他们关在这里好几年，等着审判。我们必须迅速地把他们弄出去。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对他们是谁非常小心。但我们必须迅速地把他们弄出去，否则我们将再次失去这个国家，明白吗？总统先生，再问1-2个问题吧。您是否担心关税也会影响到像特斯拉这样在国外生产零部件的公司？这个问题也是问马斯克先生的。他最终会在这里建他的整车的。我是说，我以为他已经在这里建他的整车了，差不多吧。他的工厂很棒，比如我在德州看了一个，简直难以置信，而且所有制造商最终也会在这里生产零部件。我是说，过去我很烦他们在加拿大生产一个零件，在墨西哥生产一个零件，在欧洲生产一个零件，然后运到世界各地，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你造一辆车在美国造，我在这方面给了他们一点回旋余地，你知道，给他们一些余地。但在接下来的1年里，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在美国制造，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美国人购买美国造的汽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媒体，谢谢大家。